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现在我们进入的这是一个土家寨子，整个寨子有10多户人家，现在也变成了一处无人村。寨子里面有木房，有砖房，像我旁边的这栋砖房都挺好的，但10多年已经没人在这边居住了。现在房主呢也在马路那边新修了房屋，所以说整个寨子给人的感觉挺可惜的，而且这边的地理位置挺好。靠近有水河边，也就3到50米左右，平时可以到河边去钓鱼。而且这样的房子，大家也可以看一下，当年修建的话也不容易，因为这边呢不通公路，所有的材料都是从马路那边靠着人工搬过来的。这栋房子大概的建造时间有30年左右了，两边呢都是这个砖结构的，中间是木门。开的有4扇，整个房屋的高度接近有3.5米左右。然后这是1层楼的平房，上面呢盖的是本地的青瓦。那为什么这个寨子现在变成了一处无人村呢？实际上是有原因的。前些天我来到这边游玩的时候，碰到当地的村民，他们就告诉我说，以前有水河边，他们老一辈就是在这里做排帮的，意思呢，也就是像我们书本里面说的纤夫。老一辈的人家呢，就沿着有水河边的岸边拖着船行走。我们这边啊，古时候陆路交通是非常的闭塞，全部都是靠着水路去运输。我们湘西这边当年啊，非常的贫穷，这边盛产的有桐油，还有木材，然后老百姓吃的呢，都是当地的一些土特产、一些食品。木材多，桐油多了之后，就靠着这些船只运送到园林、洞庭湖一带，然后再从那边呢小商小贩再把盐巴、布匹运送回来。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子一代一代的传着。我们这边啊，在古时候属于楚国的一个地界，到了秦国，然后把整个中国统一了之后，这边呢也变成了秦国的地界。这个寨子呢，以前听当地的人说挺富裕的。以前没有修通公路的时候，当地人靠着排帮去做这些纤夫，每年的收入都挺好的。后面呢，上面修通了马路之后，当地人啊就不跑船了，陆陆续续的都往马路那边搬迁，然后房前屋后呢都种上了这个脐橙。现在每年几乎每家每户啊都有10多亩、20亩的脐橙，1亩的产量呢也是好几千斤，差不多就是1万多块钱这个样子。所以每家每户的收入呢，少说1年也有10多万吧。像这户人家，他们家已经搬到了吉首市里面，距离村子里面接近有100多公里。都赚了钱嘛，都到大城市里面去生活了。小孩子呢有个更好的读书环境，老人呢有个更好的养老环境，是不是啊？像这栋房子呢，我和主人家交谈过，他说随便给点就可以入住了，大概1年呢也就2000来块钱，房子打扫一下，然后自己买点家私家电就可以入住了。像旁边的这栋房子也是如此，3开间的木房，大概占地面积有个150平左右，房前屋后都有菜地，还有橘子地。然后那边还有个小厢房，这样的房子呢也不需要过多的装修，打扫一下卫生，屋顶上剪下瓦片也可以入住的。现在我们走过去看一下那栋木房子，2户人家几乎只有1块菜地之隔，中间呢也是种上了一些脐橙。其实这个寨子呢，大部分的房子都是如此。如果是有人喜欢的话，可以结伴而行，比如说4、5户、3、4户，大家约着把这些零零散散的房子统一给它盘下来，在这里居住养老，挺好的。虽然距离县城比较远啊，但是好在整个寨子呢，现在修通了公路，自己有车出行还是很方便的。这栋房子呢，现在也是大门紧闭，没办法进入的。我可以看到屋顶上呢，还是有点点漏雨的迹象，稍加的打理一下，打扫一下卫生，检修一下瓦片，这样的房子还是可以入住的。
这边的厢房是打开门的，现在我们走过去呢，看一下大概里面的结构。因为这是土家族的房子，他们的建筑风格和我们苗族还是有所区别的，尤其这个火塘。之前呢，我们在一些堂屋里面也可以看到火塘，在房间里面也可以看到，像这个在厢房里面就是一个火塘，上面呢就是一个熏腊肉的木架子。整个厨房这一间呢，将近有4到50个平方左右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，这边是3口的柴火灶。其实大家发现没有，这边有个小知识，我们建这个柴火灶，它的朝向基本上是和大门口统一的朝向。你看这个灶门口就是和大门一样，坐北朝南。那为什么不反着方向呢？实际上在老一辈的这个口述当中都是有讲究的，因为这个牵涉到很多。我们这边的农村啊，其实还有个见怪不怪的一个现象。你看，就在房间里面就放了这样的一口棺材，用一块薄膜布给盖着。如果是不太理解的话，可能过来之后看着会有点害怕。实际上我们都是见怪不怪，因为家中有老人，都会把棺材给背着，老人过世了之后就直接入土为安。在农村里面，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一些老物件，像这个呢，就是一个木质的碗柜，有做简单的雕花，现在呢也都用不上了。这边地上还有戳脊，这里还有箩筐，箩筐是用来挑这个脐橙，还有玉米啊、稻谷之类的。戳脊呢，应该就是平时用来装东西的。这样的老物件现在农村里面还是比较常见的，但是城里面呢已经是看不到了。这个寨子啊，从前些天我的了解，他们都说寨子里面的人都挺有钱的，家家户户基本上都重新建了小洋楼，少说每家每户都有好几百万吧。这里的地理环境挺好的，房子背山面水，整个房子寨子都被周边的大山环抱着。看每家每户门前都有这样的一块菜地，以前种菜的，现在呢都种上了脐橙。这样的好，主要是你的脚。这样的一处无人村，这么便宜的价格，2000一年，别人就把房子送给你了。换作是你，你愿意在这边来居住养老吗？我是石头，关注我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